好，這一節焦點我們要鏡頭轉到菲律賓身上了，因為菲律賓今年呢，不管是在政治、社會各個方面都面臨到很多的動盪，尤其您看到連續很多個颱風侵襲菲律賓，結果造成了259個人死亡，還有數百萬人被迫撤離。但是原本大家都以為說這是天災帶來的災害，結果不調查還不行，一調查結果發現，原來這根本就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怎麼說呢？因為這個很關鍵的防洪工程被系統性的貪污給掏空，讓災情變得更加的慘重。那很多人就在想說，好，離譜涉案的可能就是1、2個官員，沒有，因為現在一步一步被揭露，說包含了有這個工程的高層、承包商，而且甚至連國會議員都捲入。大家都在看，因為這些人甚至很多人是小馬可仕身邊的親信，所以这讓民眾呢，菲律賓民眾直接炸鍋了，非常不滿。從這一張照片您可以看到，其實這些民眾他們身上穿的都是白衣服，他們出來抗議，整個形成了一片白海。主辦單位統計了，說現場有65萬人，他們出來抗議，主要訴求是什麼？就是我們要全面清查總統身邊的人，而且還沒完哦，整個防洪的這個貪腐案持續在延燒，包含了宗教團體、民間團體，他們也出來抗議。發起了100萬級的示威，在短短2天有120萬人，他們投入了這一場抗議。好，菲律賓的這一場風災變成人禍，當地民怨直接炸鍋。苑老師，您看，單純就是因為這個貪腐案，大家忍無可忍，還是早就對小馬可仕政府很不滿了？我必須坦白講啊，菲律賓有1億多人口啊。那麼這個遇到這種事情的話呢，上街的話呢，號稱65萬人啊，2天合計只有120萬人啊。我覺得的話呢，從某種角度來講，按比例來講，這個抗議的人並不是太多。但是請不要忘記啊，菲律賓是整個亞洲地區是直接採用美國民主的這個憲法的國家。那個我們自己也了解啊，我們在台灣的話，遇到這種政府貪污的事情啊，那麼就會出現一個情緒上極大的反應，大家都會走上街頭啊。那麼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這個有幾點是非常跟人數是不一樣。第一個的話呢，這個事件的本身呢，這些出來抗議的人啊，是抗議的理由就是我們中國人講叫清君側啊，就是說你這個總統小馬可仕旁邊的人啊，通通在貪污，尤其是他的親戚，而且這個事實上我們已經講了好久，就菲律賓人呢，這個國家完全沒有進步的空間，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在整個情況下來講。這個小馬可仕現在面臨的是自己啊內憂外患一大堆，內憂的話呢，自己家人都討厭他要死。我舉個例子啊，有一個報紙叫做《馬尼拉 Times》啊，《馬尼拉時報》，那居然講黃岩島就中國領土。啊，這個大家這在報上面寫的，就是這種情況下來講的話呢，我不曉得這裡面有沒有大陸買通的或者怎麼樣的哈。但是這個報紙說完了，我們上次在這邊就評論這個新聞，就《馬尼拉 Times》裡面消息就有這樣子講的話，就是說對於小馬可仕來講，他現在就是孤注一擲啊，就是完全用南海的議題來顯現他的威望，然後這個也搞不清楚，那自己國內不買單。然後另外第3點的話呢，我覺得美國從頭到尾就沒有支持他，反而是在拖他的腳啊，因為小馬可仕現在做成這個樣子的話，就沒有辦法表現的時候，很多人就外傳了，我也聽到這個謠言，就是小馬可仕有把柄在美國人手裡，那他自己的話呢，也不敢對美國說什麼，也不敢講什麼，他的確確就是跟着老馬可仕在1986年的那個政變，革命的時候呢，就 People's Power 就跑到夏威夷去了嘛，所以說到目前為止，在美國長大的情況。他目前面對的內憂外患情況非常局面，我根本都不忍心提到在荷蘭的杜特迪，你知道那個在隨時準備搞他的啊，那交給你們2位再好好談一下。好，大家都在說小馬可仕現在就像岳老師說的，真的是內憂外患，除了有來自民眾的壓力之外，現在連家族內部也掀起了風暴。為什麼？連他的親姐姐現在都不挺哦。參議員艾米馬可仕他直接大義滅親，他在這個反貪集會上直接公開指控他的弟弟，也就是總統小馬可仕涉毒。說第一夫人也涉毒，甚至總統的長子也涉毒。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全場是瞬間安靜了0.5秒，因為太震撼了。他的姐姐怎麼說出這樣的消息？那這個被指控的總統長子桑德羅，他是直接罕見他反擊說：“姑姑，你說這一些話指控是危險而且不負責任的。”那菲律賓總統府呢也出來說小馬可仕在2021年的時候就驗過毒品反應，那時候是陰性，而且暗示說這個小馬可仕的姐姐艾米。為什麼選在這個時候發難？認為說可能就是這個反貪調查，恐怕涉及到他的政治盟友有關係。好，其實大家也在說，他們兄妹關係可能早就有這個裂痕了。他們的這個關係本來就有裂痕，但他姐姐選在這個時候發難。就我們想問明寬哥，你來看，他真的是大義滅親，還是說家族內部他們現在權力板塊確實就是在洗牌？那他必須為了自己，他只好先切割自保。
我們先來簡單的說一下菲律賓哈。YMCA 有國際的援救，比較遠的援救會到非洲去。其實亞洲有很多地方也需要援救，包括了像印尼、菲律賓也要。很多人會慌了，菲律賓人口1億多，有7000多個島，菲律賓不是很有錢嗎？菲律賓的貧富差距非常非常大。那菲律賓呢是一個非常難管的地方，為什麼呢？多種族、多民族、多島嶼、多語言。他們的宗教很多，然後人口1億多人呢，大家說的話都不一樣，所以呢，菲律賓呢要當總統的話，只有2個地方出過頭，要麼就是在呂宋島，要麼就是在明達納爾島，因為它有3個大行政區。剛老師有說哈，菲律賓這個地方非常的神奇。那我現在跟各位說，馬可仕更神奇啊！為什麼呢？我第一次看到關於馬可仕的一個新聞是，他在舞會當中被雷根總統抱着，那一年他3歲，因為他爸爸跑路了，他們就在夏威夷，他們就一起在一起。所以你跟我說小馬可仕真的懂菲律賓人的苦的話，我個人是不太清楚的，我不太相信。簡單的說，小馬可仕是個公子哥。小馬可仕是個公子哥。我們從公子哥這個地方開始再往下延伸哦。在菲律賓選舉非常的麻煩，為什麼非常麻煩呢？第一個，我們剛好跟各位說嘛，多島嶼、多種族、多宗教，所以呢，你在當地稱王之後，你要開始怎麼辦呢？你要開始拉幫結派，因為你能夠管的地方真的不多啦。我們講個簡單一點的哈。馬可仕家族他們家在整個出來嶄露頭角的時候，他們只是在呂宋島當中北方的中國的鄉村，他們開始出來的哦。從小選舉開始，選舉完之後開始往下走之後，開始分贓到最後呢，各位整個菲律賓垮了嘛。可是各位，菲律賓不是自始至終都這麼弱哦。菲律賓在2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是亞洲第1強國哎。他們從西班牙管完之後，美國管完之後，他們是亞洲第1強國哎。他們什麼時候開始崩解的？他們就是民主化之後開始崩解的。過去殖民時代他們是強國哦，所以簡單的說，因為多種族，因為多語言，所以簡單的說就很難管。回頭來談了，為什麼他的姐姐要出來指責說小馬可仕來到這個地方他吸毒？現在跟各位說，菲律賓他們的總統選舉，菲律賓的總統選舉跟南韓一樣，他們是5年1任，不得連任。所以呢，很簡單，你要的話就是大刀闊斧的改。要麼呢，就是怎麼樣呢？就是讓你的兄弟，讓你的整個所謂的同儕都能夠過得很好。那菲律賓現在的狀況是，第一個，菲律賓今年的台風特別多，每次都造成很大的一個災害。造成很大的一個災害就很簡單的，公共工程行不行？排水行不行？你的房屋行不行？最後一看，全部都不行嘛。那為什麼全部都不行呢？菲律賓的總統其實跟韓國的總統一樣，他是有一個詛咒的。什麼叫詛咒呢？要麼就跑路，要麼就被關。很特別，這個很特別，所以我簡單的最後來做一個 ending 哈。這個 ending 要跟各位說的就是，各位記不記得主持人剛說2021年他為什麼要去做毒品測試？很簡單，要當總統的嘛，要當總統的，要當總統的時候要跟全國的人說清楚，你到底有沒有用毒品嘛？那目前他有沒有用毒品？小馬可仕有沒有用毒品？幫小馬可仕有沒有用毒品？我們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今年2025又要總統大選了，而現在是人人有信心，個個沒把握。現在的人心正在浮動當中，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為未來在打算了。確實，好，現在內部非常的動盪，他的家族分裂真的是白熱化。因為呢，現在小馬可仕本人到底怎麼反應，其實大家也在觀望了。民眾很多的怒火要求他下台，但是我們來看到總統府的反應哦。總統府反應是說，這只是一小撮人。確實，剛剛岳老師也說，按照比例上來說，但是這就是有民怨嘛。但是更敏感的是說，這個抗議現場竟然有退休的將領現身在聲援，直接喊軍方說撤回支持。但是在曾經經歷過人民力量革命跟軍變的這個菲律賓呢，其實這個訊號蠻不尋常，所以大家也在觀望。那軍方最新是罕見警告說，示威裡頭可能有不肖分子，甚至有外國資金的滲透，還影射說是鄰國可能要對菲律賓的社會來挑撥離間、制造對立。好，現在大家在看菲律賓現在呢，民眾上街，家族內戰真的是內憂外患。那軍方現在又說有外部的勢力風險，會不會陷入了這個內部失序、外部壓力雙重夾擊？幹哥，您的看法？我跟你講哈，你看你自己顧好自己比較要緊啊，不要說把外國勢力給拉進來啊，對不對？因為實際上菲律賓的一個社會本來就是一個不是一個走在軌道上的社會，那他們的民主制度是學習美國、仿效美國，有參眾兩院，在這種情況底下，那他們的架構是存在的，可是他們的那個就是他們的精神跟以及尊重憲法的那個態度是跟美國完全不一樣的。他們雖然很早就已經被美國這個就是說殖民了，可是問題是他都沒有學到真正的民主，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從老的馬可仕開始，一直到現在，
其實貪污的像羅牧師啊等等這些貪污的傳聞沒有斷過。當然這個事情發生了，就說哎呀，天災造成什麼？造成了這個颱風啊，卡馬基颱風本來不會死那麼多人，你知道為什麼嗎？卡馬基過去的時候，防洪工程全倒了，你知道嗎？洪水衝進來，所以才會死了259個人。他可以死一點點人的，死了這麼多，就是因為什麼？就是因為豆腐渣工程。那豆腐渣工程呢，馬上被小馬可仕自己拿來講，他說：“我很痛心啊，我認為啊，這些承包商所做的都叫做幽靈工程啊，我下令啊，要成立委員會特別調查。”就抗議老百姓就說，調查應該調查你自己吧，對不對？難道你會不曉得嗎？結果你知道現在他們說調查，真的調查出來了。要在聽證會裡面，你知道包商真的出來作證啊，40個國會議員說，給不給錢？不給錢就不給標，不給錢就不給你標案。哇，那比我們台灣那些貪官還要可怕，真的不，國會議員。不是參議院就是眾議院的，不給錢就不給。結果總共貪了多少？總共貪了1000億披索，大約等於是580億台幣啦。